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在公司辛苦加班3个月，把一个专案从零搞到上线，眼看要收获成果，却被另一位同事抢走功劳，理由是他也有帮一点啦。你戳了到嘴角抽搐，心想拜托，我连 PPT 的字型和动画都设计好了耶。但你说不出反驳的话，因为你没有事先划清责任界限。我们都知道划界限有时听起来不那么浪漫，但若不清楚界限，属于你的也会变成别人的。这正是民数记34章1到15节的核心。这段经文记录了神吩咐摩西为以色列人在应许地内要得的地业清楚画出疆界。简单来说，就是神要他们知道哪一块地是属于你们的，不多也不少。他明确指出迦南地的边界，南北东西，是神赐给9个半支派的应许地，因为其他2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了地。再次重申，划地不只是神的应许，更是对每一个支派的分配责任。重点不是地形课，而是神是有次序的神，他的祝福也有计划和界限。31岁的 Helen 是一位知名媒体平台的行销总监，他不止工作能力强，还很懂人情世故。几年下来，他的 Instagram 充满了各大品牌活动、出差照片，甚至与名人的合影。很多人羡慕他，说他是那种自己画出人生版图的女强人。但 Helen 觉得，我不确定这一切真的是我想要的。问题出在哪里？3年前，他其实是个喜欢写字的人。他大学念的是中文系，梦想是当作家，甚至曾经出版一本短篇小说集，反应不错。但毕业后，为了生活，他先进了行销公司。他告诉自己，先工作，写作可以当兴趣，慢慢经营。结果这一先就3年。在这3年，他每升一级，薪水多一点，期待也多一点。但他渐渐发现，自己虽然成功，却越来越不像自己。他开始失眠，时常情绪低落，甚至在某次品牌发表会上，突然感到胸口闷痛，差点晕倒。医生说是过度压力，建议他休息一段时间。Helen 请了2个月长假，那段时间他搬到花莲朋友的民宿住，每天早上看海，下午散步，晚上写作。他没想到自己停下来后，那些被工作压住的梦想，竟然像春天的竹笋，一根根冒出来。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句话：我曾用别人定义的边界扩张了我的人生版图，却失去了真正属于我的地。后来他做了人生最大胆的一个决定，辞职，专职写作与接案行销，收入少了，但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他参加了文学奖，也开设自己的线上写作课程，意外的反应热烈。他说，我才明白，原来祝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清楚界限内刚刚好。神的应许有界限，不是因为神吝啬，而是因为他知道，若没有界限，我们很容易迷失。在我们现代生活中，我们常被鼓励要突破边界，扩张影响力，多多益善。但有时候，你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
而是更明白哪些是属于我的，哪些是我不该碰的。神对以色列人的划地行动是提醒他们，你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不能看别人有的就想抢来，你要在你被赐予的地界里忠心经营。这样的顺服其实是一种信心，相信神给我的就是最好。你画好了吗？那块属于你的地